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布置了清代书法家伊秉寿的一个精品隶书的一个附。这一个伊秉寿的书法呢，也在当时以2800万也是破了当时斋号的一个世界纪录。这个原作呢，也是随性草堂主人的一个收藏，这也是他整场斋号的一个由来啊。我们可以看看这幅字，这幅字整体的画面呢是非常的平和，但是我们去看细节的话，就会发现它的一笔一画、一横一撇，全部都是像建筑一样，它是做了一个建筑式的搭建。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聚焦到这个穗杏的杏字。我们可以看它的每一笔这个横啊，它都不是平的，并不是平行的啊，它都有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倾向，它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那这些就像这幅字一样，暗含在这个每一个细节里的这种小小的设计感，是贯穿在穗杏草堂主人整个购藏家具体系里的。这22件家具，我们的感觉就是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呢，每一件都是看上去就是特别经典的明清家具的标准器，但是让我们陌生的时候呢，它又都是每一个门类里，特别有别致之处、别开生面的一个东西。就身上都有一些奇思妙想。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一对南关帽椅开始，好吧？好，其实这个我们大家看到，这南关帽还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制式的南关帽，但是我们看到它非常不同或者少见的地方，它是一个嵌百宝嵌的一个南关帽。其实这个嵌百宝嵌的家具在家具当中，就大家都知道是收藏当中的重器，它的整体的存世量其实非常少。然后百宝嵌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小件的这些盒子呀、盘子呀相对多一点，如果大件家具的话，其实它的存世量并不是太多。这在古代其实也不是一般的富贵人家或者说王公贵族可以用的，它还是等级也是非常非常高，存世量并不是太多。然后我们常见的百宝嵌的家具，其实一般是它嵌在平面的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柜子呀，或者屏风呀、挂屏呀这种上面比较多一点。其实在坐具上也不算多见，宝座除外啊，那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一个家具。然后我们说到坐具，其实大家对这个所有的这些百宝嵌的南关帽其实做过一个统计，全世界现在是17张，而且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藏家吧和机构，比如说波士顿美术馆啊、刘禹斋啊、伍家恩啊，然后香港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藏家，比如说叶承尧、叶医生呀，我们大家知道的观复博物馆的马先生也有一张。其实为什么大家感觉对这种百宝嵌的南关帽，待会去想谁有一个谁有一个，其实还是它的一种珍惜程度，它比较少又比较珍贵，所以它在大家能记住这个哪边有这么一件就是百宝嵌的一些家具，总共就这么多件。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几个南关帽，当时它有一个原始照片。原始照片这个皮壳就比较厚重，基本上像一个北方的一个皮壳，但这个也不是说它的一定说明它的制作地在北方，只是它的发现地和使用地。一看这个皮壳肯定是比较厚重，可能是山东、河北这一带的一个皮壳。它当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百宝嵌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而且我们基本上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我们所知的百宝嵌椅子里，它的完整度会算是相对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非常难得。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百宝嵌的南关帽，它所有的这个镶嵌都是在这个背板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找的资料图，你看每一个它背板的这个构图都是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都是花鸟的造型，但它的花样是不同的，每个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就说为什么说这个17把椅子啊，其实它有一个共性，其实它的大型大结构都有一定的规律，都差不多，都是类似的造型。虽然说它的高度不一样，最高的有1.28米，矮的可能1.10米几，但它的大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除了极个别1、2只之外，其他都是一样，因为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它的管脚档和它的侧撑，就是这个部位，它是平行的。其实这种侧撑和管脚档平行的话，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力学结构，因为它的损眼没有避开。但这一款式基本上还都是结构上没什么毛病，我们看到，所以这一路家具都是精工细作的，它完美的就是从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是这个款式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一路百宝茜的这个南关帽里面也有非常多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盘沿，就是上面是一个垂直的，下面收进去压一道边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这个17把椅子还有一个规律，它有2种造型。像我们这把南关帽，它的后腿，你看是弓形反弓的，往后等于是一个反 C 型。反 C 型的这类南关帽呢，我们可以对比着图看啊，它这个上面这个牛头是这个搭脑，它这个头枕就比较的平，然后另外几把有一个3弯形的后腿，这个搭脑的头枕它就是立起来的，它有它的造型规律。然后我们说了这个南关帽有17把，其实在其他座具里面，比如我们所已知的这个明式家具，交椅没有，四出头没有，就是镶嵌的。灯挂没有，圈椅有6把，就是它是3对，所以它整体这种百宝茜的存世量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少，它才会大家会留意几把的，就特别的清楚收藏家。所以它的规律这么明显的话，就是如果说类比瓷器的话，它应该是类似于官窑，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制式。对，是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比较著名的有4把椅子，就是来自这个百宝茜南关帽，来自浙江东阳的紫薇山。就这户人家是谁呢？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叫那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对，国防部长许洪刚。就他当时在南京担任这个兵部尚书，然后告老还乡，可能就带回了他的家乡吧。那你想，在当时也是一个一品大员才有资格用这样的椅子，可见他这个级别之高，而且要带回家乡，对，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是。好，我们看一下边上的这个圈椅啊，就这个圈椅呢，我们粗看的感觉每个圈椅就都差不多，但是其实这一把圈椅它非常有它的一个辨识度，它有它的特点。首先呢，我们看它这个圈形，它比较的扁一点，一般的圈形比较饱满，它整个圈比较的一个扁，然后造型整个是比较收敛，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特点的地方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额脖，我们可以对着一个参考图，其实类似的这个椅子，刘玉斋的那个黄先生也有一把，我们可以对比着看。你看它这个额脖，它这个是银木做的，前腿出了椅盘以后，它是斜后方的往。其实我们可以回忆，如果大家对明式家具熟悉的都知道，这个额脖肯定是往前送、往前拐的。这往后的这个，基本上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刘玉斋的这一只和这一款这个造型的，它是造型是相近的，整个往后。然后当我们其实看正面的时候，它也不是简单的我这个额脖是往后，其实它这个额脖它是往斜后方倒，是往这个角度有一个内收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造型上非常的有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直观的看到和刘玉斋那个对比，它也是有2个开光，所以说一般这种椅子我们都是上面有一个开光，要么就是最多在这个背板的最接近椅盘的地方有一个亮角。有2个开光的这种椅子，我们想到的是非常少。这2件是相近的，它的设计也有点类似，然后它的这种整个开光的方式也相近。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开光，这个和刘玉斋那件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云头的开光啊，它比较的
修长，有点像菩提叶这个造型，它比一般的这种类型的它都会修长一点。然后图案也是非常精，就2个相对的螭龙，然后尾巴在下面相抵住，一起往后翻转。然后呢，2个螭龙中间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云纹，然后螭龙中间是一个小螭龙，所以它还是设计上也是非常独特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开光，这个造型特别别致，它的大型其实也是由2条螭龙身体相连所构成的。它的造型有点像那种古代的钟形，也像那种玉佩型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中间是一个顶式的一个寿字，所以它还是用了很多设计的技巧在里面，包括它这个背板的，我们可以看这边的整个雕刻也是非常的生动利落。然后再看前面它的这个牙板，这种镶底的这种方的回纹型的，和刘玉斋那把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额帛的特点呀、雕刻的特点呀、牙板的特点，基本上感觉这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作坊的一个作品。子楚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次预展这个有一个热门合影的拍品，我们来看一下黄花梨宽屏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造型非常的独特，就是说我们很多玩家具的会发现它和我们常规见到的所不一样。首先它这个尺寸比较大，70几公分，这对于立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夸张的一个高度了，而且它这个边也非常的宽，9.6宽应该是，基本上这么一个比例的，如果是一个桌案这么宽，我们都觉得哇，这是个大宽边，又何况它是一个立屏，所以给我们这种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它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劈水牙板，这个牙板其实它和常见的这些作品比，它其实翻的比较平，整个翻起来它的角度没有这么斜，都翻的比较高，而且这种捆门牙板啊特别的肥厚。其实在江南地区很多石刻上面有这样的捆门牙板，一般这种都是到明代的一些特征。然后我们看它最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面有踩了一个荷叶形的足，我们看这个吧，清楚一点，有一个荷叶形的足，但它的这个结构呢是比较特殊的。它这个结构其实在插屏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仅见的，没有再见过类似的这样的造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参考的这个资料啊，我找的，我们可以看这个清宫旧藏里面有一个漆的这个宝剑腿的一个平头案、剑腿案子，它是万历的。你看它这个腿的下面，它就有这个一个荷叶形的一个足。然后再看下一张，我们就是找了很多这样的宝剑腿的腿足，这些案子每一张都是故宫的清宫旧藏，我们可以看它每个下面都有这种荷叶形的这个造型，它是有它的规律在里面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法海寺的这个供桌，这个供桌的下面大家也能很清晰的看到它踩的这个覆斗形的这个莲花纹。包括武当山的这件石头造型的，那这个莲花就更加的具象了。还有下面这个有一个石头造型的供桌，不胜枚举吧，这个类型的一个造型。但这些东西我们发现啊，其实大部分的荷叶形的这种造型的家具，它都是漆木家具，它还是有一些宋元遗风，有一些高古的元素在里面。和后面的大家比较认识的常规的黄花梨这个体系还是有所不同的。然后黄花梨的家具带荷叶形的其实也是寥寥可数吧。我们看就是有一个当时维扬出来的有一个花叶的，也是这个荷叶足的一个榻，下面是一个内翻马蹄抱球，下面有一个荷叶足，这也是在圈内非常著名的家具。所以说这样的造型用在插屏上，它是非常的少，非常的稀少，是仅见的。然后呢，大家回过头可以看一下这个
法海寺这2张对比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感觉。你看它整个捆门边上这种2个花叶形相抵的一个卷云纹，包括整个侧面它的这个坐墩上面这个花叶，你看它设计非常巧妙，花叶的一个叶子卷起来和这个捆门相抵，另外一个叶子便翻出来一个足，就这种整个非常生动的这种造型和这个法海寺的相比，你可以找到共性，它非常的有生命力，非常的有这种有张力。其实这还是早期漆木家具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插屏还是觉得年份会比较早一点，差不多嘉万时期吧。然后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插屏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它原来是大理石上面上过一点黑漆，然后时间长了都剥落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孔洞，其实它就非常的感觉很苍古。类似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故宫的那个景仁宫有一个落地的汉白玉的一个地屏，它其实中间这个大理石也是这么特别苍古，上面风化的也特别厉害，都是相似的。所以说它这种大理石的目前的特征，也是它年份比较好的一种标志吧。所以整个它的气息。它造型又特殊，气息又有早期漆木家具的特征，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立屏。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件，然后右边这件插屏呢，尺寸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它有几个特点，就是首先它这个整个框内外是圆角做的比较细致，然后它的绿石整个纹理像一个非常长羽的一个瑞鸟啊，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再看它下面这个作屏的架子，这种就是和刚才那件相比，它就是比较成熟的黄花梨体系的这个作屏的造型。中间腰板上双龙，然后下面这个牙板上也是2个赤龙相对的，然后卷草纹，就非常的它的这种布局啊，它的雕刻啊，它选择的题材啊，就非常典型。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侧面的这个战牙，我们可以看它是用了一个镂空的一个战牙，整个应该也是一个螭龙形。然后它的这个整个造型就是它其实大型有一点点指甲缘的感觉，它有很饱满，然后上面又用阴线勾勒出各种云纹啊，勾勒出各种这种阴线的线条，包括它的坐墩，我们看它也是用阴线布满，比如说中间这也有一个倒垂的这个如意头，下面有这个卷云纹，而且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些所有阴线的造型，它的都非常的生动飘逸，每个地方都是相呼应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抱骨，整个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华丽。它的整个设计语言是相通的，但我们说它这种属于繁而不乱，它特别的复杂，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哎呀，太繁乱，没有这种感觉，它是繁而不乱，特别的细密，整个雕刻还是非常的华丽吧，整个插屏。然后我们再过来看另外一件，这个本场的一个，这是一个横屏。首先我们就刚才借着战牙说一说这一件的战牙，你看刚才那件雕刻就特别丰富了。这其实也是一个螭龙纹2个，但是它都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造型都给省略掉了，它就特别的简素，和刚才那一件完全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包括它的坐墩，其实它也有一个小骨，就是和刚才的骨形是一样，那个就特别具象，这其实就简化了，它把这些东西都省略了。但是我们不是说繁复的好，还是这个特别素简的好，其实还是要看东西的整体和它的设计语言，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这些简素也是整个屏会非常的舒服，它的整个造型会比那一件更素气一点，它的雕刻相对来说比较克制吧。然后还有一个它比较有特点的，像这个屏，你看这个腰板上这个套环板，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的插屏，它如果雕螭龙啊，或者雕花卉啊、卷草纹啊，它都是对称的。但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有4个螭龙，它都是一种涌动的形状。这个头在这儿，这个头在这儿，这个是往回望的，这个又在这个角上，它不是一种对称的一个造型，它有一种涌动非常生动的一个造型。
这个是在插屏上，其实在设计上是不多见的。下面这种就是常规的对称的一个造型，它还是比较特殊。然后这个插屏的整个中间的石板呢，就是比较有点像江南的这种山水的感觉吧。它中间以一个山为界，上面是天空，下面是水面。其实南方的山水很多有雾气大的时候，山是看不到山脚的，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其实表达的都非常相似，就是这么一个感受。好，看完了作品系列，我们来看一件吧，著录在黄定中黄老先生刘于斋，他的专著里面的一个黄花梨半圆桌。就是说，我们其实看到这种半圆桌啊，在明式家具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品类。我们能查到的一些记录也就10来张嘛，它的数量不多。然后这一张呢，它的这个整个造型特点，其实和王世襄书上那个《明式家具研究》里面，它有一个线描图，基本上完全一致的，造型特点是一样。它也是一个上面是一个盘檐，下面坯料座，有一圈2层的一个坯料座，然后下面呢，这是圆包圆的一个罗锅撑，矮老圆腿的结构，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那是一个线描图，这是一个实物。然后这个半圆桌的比较难得的几个方面嘛，一个肯定是原皮壳原状态的一个非常辛辣的一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独立件。我们大家知道，其实所有的这些圆桌，其实很多是我们说是拼圆桌，它是2个圆桌可以拼在一起，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可以分开放在建筑的2边。但是我们这一件半圆桌呢，它是一个独立件。为什么说它是独立件？我们请一个工作人员把它翻过来看一下，看一下它的反面。就是我们看啊，它不光是它的反面有它的，我们待会儿看到它的结构，其实它的腿已经告诉我们了，它这个腿4根腿都是圆腿。如果说是2个圆桌拼起来的话，那我这个拼起来不就有2条腿了吗？它这造型上是非常怪异的。如果是那种拼圆桌，不管是宝剑腿也好，是圆的也好，它肯定是采取一半这个半圆形，那2个一合，那它形成一个圆形的这样一个规律。而且这个半圆桌它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地方盘檐，它的这个罗锅衬，它都是圆的鼓起来的，它也说明它不利于把它2件拼起来，就综合因素吧，腿足啊，然后这个混面啊，就说明了它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半圆桌。好，我们看下面这个灯挂椅。这个灯挂椅呢，也是很早就有在一个天津行家的一个书上有注录，我们大家也非常以前就看到过。它呢开光比较特殊，这个造型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在其他椅子上确实没见到过。然后它其他的造型特点就是整个它的造型比较秀气，在灯挂当中。其实看实物的话，它杆子也挺细的，然后搭脑也比较秀气。然后我们再看一眼，它这个搭脑其实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整个牛头式搭脑到当中头枕的部分，它其实起了一条极线，我们说整个这有个过渡顶起来，然后中间是这么一条线，有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台阶状的形成一个极线，所以说它这个造型它是微微的有一些变化的。这种造型有，但是也不是一个非常常规的造型。这个搭脑。好，我们看一下边上这一对方凳。其实方凳是在明式家具当中还是存世量比较大的，而且很多场拍卖都会有，因为方凳也确实比较好用。就古代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每个地方都能放，现在来说它没有方向性，就是你也能把它当一个边脊也好，当一个床边，当一个床头柜也好，特别的好用。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常规的这些方凳也好，长方凳也好，一般来说呢都是内翻马蹄、罗锅撑，但它这个就有一个变化在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方凳啊，它有一个捆门的造型，一般来说这种就比较少，而且捆门它和一般的还不一样，它中间的这个阳线啊相抵以后，还有
各自往反方向有一点点延伸，这就非常别致。这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穗信岛堂这个主人他选东西还都是在平淡中见真奇，每个东西还是有它特殊的一些地方，包括这方凳，我们看它有一个披肩，整个披肩它是一种兽面型的，大家看可以看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兽面型的，这边是一个像凤眼一样的眼睛，然后大的后飘的耳朵，然后前面的这个部分是它的獠牙，然后是一个鼻子。基本上这种造型都是从青铜器早期的这些什么饕餮纹啊，或者什么象纹啊这么上面来的，还是有一些高古的意趣在上面，所以它就有了它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捆门，有了披肩，使得它变成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方凳。而且这个方凳我们看它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高挑的，其实它做高了的话49.5也是一个常规尺寸，但是它整个构件还是做的比较飘逸，结合它比较高挑的马蹄，就给我们这样的视觉感受。那子楚老师，刚才那个也是有听众在微信里，在这个屏幕里留言，就是我们要提示一下材质材质。好，那我们接着注意一下。好，那这个方桌也是黄花梨的，